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方圆800米，当31岁徐凯遇上21岁邓恩熙，才知 CP 感并非玄学。父精子贼，一辈子打鸟，最终折在最亲密的儿子身上。兜兜转转，最大凶手在自己身边。要说4月最炸裂剧是谁，非方圆800米莫属。一张图说清楚故事，背景聚焦90年代，为爱去冒险贩卖违禁药品并非毒品的儿子，警察的父亲，敌对的关系，父子的血脉互相纠葛。当父亲的站在前头凝视，殊不知后头的儿子真面目。打破常规的刻板的印象，警察传家，家庭氛围就一定好，实则人生百态。好坏绝非一面之词，直面人性，用最大尺度刻画不一样的父子关系。丁勇带领衔主演，年代剧常客，满目沟壑，眼神深邃，端端正正的国字脸，往那一站就是正气模样。琅琊榜的梁帝，声名鹊起，大器晚成。从人世间到南来北往，冬去春来，一个又一个形象相似但性情截然不同的父亲角色。演技这块，他扎实到没得说，行难改，那就改神韵。亲自下令从儿子身边查，毫无父亲的姿态，只有一个老练刑警的冷意。与儿子对峙，才彻底撕开冷静面孔，情绪里多的是恨铁不成钢，却又不会松手。警察的底色一览无余。好的戏也需要有人搭台，一起唱，这出戏才精彩。胡可言老婆丁月满满生活气，头发一扎，穿着年代感十足的衣服，嘴里念叨着吵起架来，是很多家庭的缩影。徐凯饰演的儿子陈辉，作为陈辉踏上歧途的引子，与陈辉青梅竹马但身体不好的高松阁，由时代峰峻大公主邓恩熙饰演。客观来说，两人都打破了年轻流量明星参演必然是烂剧拖后腿的魔咒，本是冲丁勇带来的，却被他俩惊艳到了。外形都接地气，不搞特殊，不加滤镜，纯颜值上阵，沉浸式体验那个年代的有血有肉。徐凯脸上皮肤的粗糙，脸颊的纹路走向都清晰可见。邓恩熙为凸显他身体不够好，嘴角还做了特别的处理，皱巴巴的，起皮，感官不够，但绝对够真实。要说缺点，大概就是邓恩熙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大美女，塞人堆里都不好认，却能极限完成这个角色。要的就是够普通，置景也普通，狭窄的小家摆满了生活必需品，一盏暖黄的灯光照亮了小屋。斑驳的背景墙面，锈迹斑斑，或暗沉沉，充满生活痕迹，处处充满着未开放时候的接地气、淳朴一面。真要挑刺，就的是群演，实在是太潦草。主角在前面谈，他们恨不得摆出一副马上要下班的架势。一切根源是高松阁跟陈辉相爱，但陈家觉得高松阁有病，会拖累儿子，却忽略了儿子对青梅竹马的看重。血管破裂意味着几乎等死，他的情绪还是太淡，紧张有余，痛苦不足，甚至连眼泪都太浅显。起初以为是他演技不够好，还需要再锻炼锻炼，后来才知原来是他去送货才出的事。年幼有病又能这么勇，这样的姑娘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哭更冷静才是常态。感情戏的处理，她显得比较好，依赖陈辉，却又心疼陈辉。面对陈辉，永远会打起精神，不愿意心上人为自己过分担心。但面对检查的时候，她也能说装就装，立刻拖延时间，足够冷静，也难怪能做成大事。遇到不按常理出牌的小混混威胁，他经验始终不够，气得不行，脖梗青筋暴起，眼神却是不服输。
毕竟经验还浅，掌握大方向的是陈辉，他始终有点底气不足。如若两人能把心思放到正道，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可如今却只能当一对雌雄大盗。邓恩熙好好保持演技，以后必成大器。徐凯的眼神戏是一大看点。面对高松阁的时候，他始终深情。他可以选择走上这条不归路，他所有的温柔都在高松阁身上，保持着侥幸，只要不被发现，他俩就还能平安。得知甚缘难以解决，瞬息间感情就转变了，祈求无果，苦涩，最终一回头，还得强颜欢笑，安慰高松阁。被逼到走无可走，准备一错再错杀人的时候，严厉都是暴躁，戾气十足，但又有点犹豫，因为此时的他还没完全丧失良心。但凡不是被打断，即又是一桩血案。可有一就有二，他迟早会绷不住，再也无法回头，才是宿命。父亲面前又会装乖，一副纯善模样，眼神都透着清澈，凹陷下去的脸颊简直神来之笔。按理说，他家在90年代应该算是富二代一样，不愁吃穿，养尊处优都可以。可他很清瘦，情绪装得再好，不如面相来的直观。更坐实了陈辉压力巨大的设定，活灵活现。徐凯的眼神戏一直很好，从《延禧攻略》就能看出，一双桃花眼深刻诠释了何为深情。颜值再帅，也只是加分项，真正能火出圈，还是得从演技的灵动、传达的感情上出发。而徐凯一向是不差的，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能清晰在他脸上浮现，不带一丝技巧，只有感情输出。男明星最帅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他不觉得自己帅，也不觉得自己帅是一种优势的。徐凯就是如此，他觉得演偶像剧那能演几年呢？这样一来，魅力反而全往人物情绪上寄托了。徐凯能以《延禧攻略》男二爆火，且长红这么多年，是有原因的。方圆800米，徐凯跟邓恩熙的 CP， 观众锐评只是为了爱的偶像剧，很腻，但这种复杂的反而闪闪发光，很真实。CP 感从不是玄学，而是演技上的互相适配。当两人发挥完整，真的可以跨越10年的年龄差。徐凯跟邓恩熙可是相差了10岁，一个31岁，一个才21岁，但在剧里完全看不出来很别扭、不适配的感觉。